现在朝中有不少文臣，还有向来保持中立的翰林学士，都在向我打听您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离我成为国民偶像还差得远呢，还得再出几首诗。楼主爱赚钱，搞这报纸扬名，怕不只是为了保命吧？想知道？您就看在元昭为您鞍前马后的份上，就告诉我呗。那就继续卖《旺世报》。现在火候还不到，还得再铺垫铺垫，时机成熟了，你自然就知道。哦，楼主，我们东南西北4家报坊全被司察院查抄了，印刷的雕版还有报纸全被没收了。都捣毁了吗？是，属下一到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扔进了火炉，属下抢出了几块。有这物件，1天之内他印几千份文书，易如反掌。若是推广出去，天下寒门皆可窥见圣贤之道，确实厉害。真正厉害的是这个《旺世报》，若是再扩大，定会左右民心，动摇社稷。郑元赫，我要弄死他！老二，楼主，发请柬给全京城的文臣雅士才子佳人，就说本楼主要在二皇子府以诗会友。是。我本来想慢慢来，非逼我炸场子。狗东西越是要侮我就越要让楼主之名响彻云霄。婆婆，这都是李青青诬陷我。你养我吃喝，接受我入府，慕言怎么可能会害你啊？你还想嫁祸给青青？那撞人的都已经承认了。您都听到了，那男子是李青青店里的掌柜，定是与他一同演戏，想破坏我与您的关系啊！是啊，娘，您真错怪他了。他出门是正好帮我购置东西，遇到您就是偶然。那李青青一直不在府里，他才有时间去想这些计策吗？胡扯！青青什么秉性，我们比你知道清楚得多。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，自从这个女人进入我们潘府，惹出了多少麻烦。她现在要害你娘，你还这么向着她？误会了，爹娘，你们真的误会她了。误会什么？看看报纸，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议论咱们家的？那李青青有钱，她出钱让报主诬陷我，才证明那人是他雇的呀。那旺世楼主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被青青收买，专门登咱们家这点小事儿？你这毒妇，连撒谎都不会。我冤枉了。爹娘，慕言就是没错。走。哎呦，你就听他的吧，总有一天我们潘家会被这个女人给毁了呀！哎呀，老爷。上次拜读了楼主的《将进酒》，简直是惊为天人呐！正是，我们今日要是能目睹楼主亲自吟诗就好了。没想到我一介白身，还能到二殿下的府邸吟诗喝茶，简直是光宗耀祖了。是啊，想来见见楼主啊！别吵，殿下和楼主来了。好，殿下来了。该见楼主早，名誉全都有。该见楼主早，名誉全都有。楼主，女中榜样，我们小喽啰都是您的拥趸。楼主，女中榜样，我们小喽啰都是您的拥趸。楼主之才是天下读书人之标榜，我等男子也有口号。楼主，才俊济府，文兴耀龙，惠泽九州。虽然有预料，不过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今日诗词会，诸位可自行交流。等楼主得闲，可对诸位之作指点一番。今日没白来呀！太子殿下到。殿下。 。
这阴货烧了我豹房，搞得我现在做个报纸都得躲躲藏藏的。今天来又想干什么？见过太子殿下。皇兄，今日来我府里，可是有事？你们不是在这儿办诗词会吗？姑也想来看一看。二弟这事不欢迎姑。太子殿下可是大雍第一才子，二殿下可是怕太子抢了您的风头。皇兄，哪儿的话？皇兄能为我诗词会站台，我跟楼主感激不尽。《将进酒》之诗，某与同僚已赏析许久，敢问楼主今日可有兴趣再出新作？作诗必须有意境与心性，怎么随意引作？而且楼主之才天下无双，想得他的诗作怕是难了。我看未必。殿下这是何意啊？楼主自《将进酒》之后，并无任何新作。再不出佳作，怕是天下才子会认为楼主才思枯竭，甚至先前所作之诗，亦有剽窃他人之嫌。果然是来找事儿的。楼主的诗虽名扬天下，可从未有人亲眼见过他作诗。我们楼主就是天下无双。小喽啰们都支持你，对，都支持你。口说无凭，这报纸是你望诗楼所办，选出来的诗也是望诗楼的，何谈公正之言呢？哼！那你想如何？比诗，若你望诗楼能胜过这天下才子，我等自然服气；若是你输了，就说明你望世楼暗箱操作，毁我大雍文脉，当永久封禁，不得刊印。既然太子殿下带人来踢馆，那我自然没有拒绝之理。不如，请太子先赐教。这楼主果然机敏，想把姑拉下水。可惜啊。若是不敢，也可请救兵来啊。太子殿下可是祭酒大人首徒，由殿下亲自出手，大雍才子无一不服。确实啊，殿下1岁识字，3岁诵诗，实乃100年一见之天才。今日殿下和楼主斗诗，简直是太刺激了。二位仙人斗法，我们都太有福了。是，可以大饱眼福了。太好了，这么厉害啊！请。孤见今日之冬景曼妙，便以此为题赋诗一首，还请诸位辅正。我等洗耳恭听，快记下来。殿下，残雪凄美影，寒风掠鬓丝。这是凭栏凝远袖，孤月照归期。好诗啊！这首五言绝句以残雪美影、孤月寒夜为景，练字精妙，且情景交融，将怀思之情藏于清寂之景，含蓄又深沉，妙，绝妙啊！那是自然。殿下文采，举世无双。太子的五言绝句果然有意境啊！抛砖引玉罢了。楼主，请吧。
这词藻华丽却无神韵，写的却如砖头一般。楼主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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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以示公平，既然殿下的诗是以观景所得，那想必楼主的诗也应以此角度出发。你的意思是，怕我作弊？那行，那我也写一首冬日之景的诗。